当你滚动新闻推送时，你是否感觉脉搏加速？你是否感受到一种不属于你的愤怒，一种似乎直接从报纸头条或社交媒体激烈辩论中输入的焦虑？你是否已成为现代政治打斗手场中的一个被动观众？在那里，你内心的平静是为大众准备的谢性娱乐。你是否发现自己筋疲力尽，被一场并非发生在遥远战场，而是发生在你自己的头脑中的战争所耗尽？每一次通知，每一条评论，每一个要求，你做出反应的不亲自来的意见。这就是陷阱，他们想要你的注意力，但他们真正偷走的是你的注境，你清晰思考的能力。在这个竞技场中，你并不孤单，这是现代公民的默认状态。置请计分，最重要的是无能为力。你的心智本应是圣殿，是清晰和目标的堡垒，却变成了一个嘈杂的公共演唱，任何人都可以在你的墙上涂鸦仇恨的意见。你混淆了意识到预备束缚，相信世界的重担必须落在你的肩上，将你压在一场你无法控制，却又矛盾地控制着你的信息雪崩之下。每一天，你都放弃更多你内心的领土，允许外部世界的两极分化和混乱支配你情绪状态的法则，是你在自己的意识中成为一个流亡者。但如果有一种方法可以观察竞技场，而不被狮子吞噬呢？如果你可以建立一个内在的城堡，一个坚不可摧的精神堡垒，让世界的混乱中激起墙壁，然后物理的推取呢？这种精神技术是存在的，它是在权力的心脏地带。有哪些在瘟疫、背叛和战争中指挥军队、统治帝国的人锻造的？在这个视频中，你不会学会如何溯源政治，而是如何从内部主宰它。你将通过内在政治家的4项记录，获得你个人主权的钥匙。这是一本将你被动的心智转变为清晰和不可动摇力量的堡垒的使用手册。在把武器交给你之前，我需要你迈出第一步。这不是一个被动消费的行为，这是你第一次智慧的练习。如果你准备开始建造你的堡垒，现在就宣布你的意图，留下你的点赞作为承诺的印记。订阅频道以确保你的训练继续。最重要的是，在下方评论“我通知我的心智”。使用这句话不只是一条简单的评论，而是你第一次主权的宣告，也告诉我们你从那个城市开始这段路程。现在，让我们来看看武器库。我提出的解决方案不是一个现代理论，而是一个公民心智的操作系统。它是在世界所知的最激烈的政治混乱中锻造的——罗马帝国。这里的目标不是教你变得冷漠或从世界退缩，相反，目标是公共混乱中的个人主权。罗马斯多个派留给我们的教训不是关于治理策略，而是关于当周围世界似乎无法治理时如何治理自己。它是关于建立一个内在城堡，一个精神堡垒，其墙壁如此坚固，以至于它允许你观察甚至参与世界事物，但从一个力量清晰和目标的位置，而不是从被动和恐惧的位置。所谓的斯多葛派冷漠，许多人误解为缺乏情感，在这里将被重新定义为它真正的含义：战略清晰。为了巩固这个想法，让我们看看这个领域最高权威的人物马克·奥勒留。他不是一个隐居在象牙塔里的哲学家，他是世界上最有权势的人，一个智慧军团面对毁灭性瘟疫、无休止的战争和自己圈子内背叛的皇帝。晚上，在他的军章里的灯光下，他给自己写信，不是关于政府世界，而是关于如何保护自己免受权力混乱的影响，如何保持他的灵魂完整。他向我们证明，真正的战场不在元老院或战场上，而是在透露之内。他证明了这种哲学是钢铁的工具，而不是玻璃的想法。第一项记录是感知，他是收为你心智大门的哨兵。他的任务简单却艰巨，学会将世界上发生的事情与你立即附加与该事件的判断分开。你不是对时间本身做出反应，而是对你告诉自己的关于他的故事做出反应。
一条关于故事下跌的新闻本身并非可怕，它只是一个数据。你的解释、你的恐慌、你的毁灭叙事，这才是导致你痛苦的原因。这项记录要求你成为自己心智的无情观察者，一个在接受任何报告为真相之前都会质疑他的皇帝。这是你城堡中要建造的第一堵墙，最根本的一堵。没有它，所有其他的努力都是徒劳的，因为敌人已经进入了你的大门。你需要训练自己以近乎冷酷的清晰都看待世界，剥去你社会和媒体投射在事实上的情感负荷。想一想选举事件是一个候选人获胜，你的判断可能是这是国家的末日，或这是我们的救赎。感知的记录要求呢，暂时地搁置两者，只观察一个结果发生了，句号。从这种清晰出发，行动变得战略性，而不是被动性。真正的力量就在于此。当你掌握了将时间与你的判断分开的艺术，你就不再是环境的归类。头条新闻失去了直接向你血液中注入毒药的力量，网上陌生人的愤怒评论变成了他们真正的样子，屏幕上的像素，微不足道的噪音。你开始将新闻消费为用于决策的有用信息，而不是绝望或愤怒的轰发器。你成为过渡器，那个决定事物在你王国中将具有何种意义的主权者。这里的内部冲突是巨大的，因为我们的心智是一台创造意义的机器，自动且即时。我们被条件化为反应，先感受后思考，与此作斗，拯救像与地心引力做斗争。你的生物学，你的教育，整个现代媒体的结构，一切都传统一起，将时间和判断融合成一个单一的爆炸性的体验。解开这个戒序，要持续的警惕和钢铁般的意志。起初它是不舒服的，感觉不自然，感觉你正在变得冷漠或麻木，但是恰恰相反，你不是在压抑情感，你是在拒绝被它奴役。自然的倾向是看到一个经济统计数据就立刻为自己的未来感到恐惧，或者听到一个政治生命就感到一阵愤怒。这是一种把夫罗夫式的反射。感知的记录要求你在刺激和你的反应之间插入一个停顿，一个神圣的空间。在这空间里存在着你的自由，这是存在的最困难的工作，因为敌人不在外面，它是你自己不受记录的心智，渴望戏剧和情感的确定性。困难在于认识到你告诉自己的故事仅仅是一个故事，而你是作者。改变叙事似乎是对你自己身份、你的价值观的背叛。如果你不对不公正感到愤怒，你真的在乎吗？如果你不对未来感到焦虑，你是不是不负责任？这些是你的心智会用来将你所在被动反应中的问题。感知的记录邀请你理解，被动的情感不是有的性的行动，无用的愤怒不能纠正不公正，瘫痪的焦虑不能为未来做准备。想想一下，每一条新闻，每一个意见，每一条推文都是一个到达你内在城堡大门的信使。信使气喘吁吁地到达并宣布，敌人正在路上。你的本能反应，那个被动统治者的反应是恐慌，拉响警报，并在核实消息的真实性或北京之前，就让城市陷入混乱和恐惧。恐慌蔓延，资源被浪费，城市从内部被削弱，而没有看到一个敌军士兵。内部的威胁变得比外部的更大。现在想象一下内在的政治家，那个时间感知记录的统治者，同一个信使带着同样的消息到达。政治家冷静地听着他并提问：这支部队有多大？他们在哪里？这个信息的来源是什么？他将事实，一个可能的威胁，与故事、信使的恐慌分开。他不允许信使的恐惧成为国家政策。他利用信息进行战略准备，加强防御，以深思熟虑和力量行动，同时维持城墙内的秩序与平静。这个比喻是你日常的时间。新闻推送是信使，你的焦虑是城堡里的恐慌。你是统治者，你有全身闻每一个到达的消息。你可以选择
不把一场政治辩论的报告看作一场灾难，而是看作关于对手策略的信息。你可以不把一条在线批评看作人身攻击，而是看作关于他人看法的数据，你可以分析并抛弃它。你掌握朝解释的权利，在这权利中存在着你的暗主。因此，这第一点的结论是巨大的权力增益。通过应用皇帝的过滤器，你重新获得了你的认知自主权。你不再是世界情感混乱的被动容器，而成为现实的主动分析师。你的心智曾经是战场，开始转变为一个智慧中心，一个战略性沉默的地方。你可以从哪里清晰地观察世界，而不被它污染。这是你主权的基础。安住不是在一个没有问题的世界中找到的，而是在一个智力良好的心智中找到的。你变得不可动摇，不是因为没有屁事发生，而是因为你对发生的事情的反应是一个深思熟虑的选择。你学会从噪音中提取信号。当其他人都在愤怒和恐惧的海洋中溺睡时，你将在沙滩上分析抄袭，准备在真正重要的时候和地方有效的行动。这种战略清晰是内在政治家王冠上的第一颗宝石，它将你从他人意见和当日头条的保证中解放出来。实际结果是立竿见影的，焦虑和愤怒急剧减少。你停止在只存在于你头脑中的战斗中流失能量。你每天都能收回以前浪费在无用讨论和非生产性担忧上的时间。你做决策的能力提高了，因为你的心智不再被情感反应的迷雾所笼罩。你开始从一个平静和力量的重新运作，你周围的人会感觉到这一点。你在风暴中变成了一个锚。第二项纪律是斯多葛派神庙的中心支柱，控制的二分法。这也许是你将获得的最强大、最解放的工具。它要求你在你生活的沙滩上画出一条清晰而残酷的线，将整个宇宙分为两类：你控制下的事物和你控制外的事物。它理解起来很简单，但要掌握它需要一生的时间。在你控制下的是你的思想、你的行动、你的品格、你的价值观、你对时间的反应方式。在你控制之外的是其他一切。想一想，一次选举的最终结果，其他政客的行为，你老板对你的看法，交通、天气、全球经济，是否有人会喜欢你的帖子？所有这些最终都在你的掌控之外。然而，不受记录的信智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哪里？正是他生活在六房中，对不属于他的领土感到痴迷、焦虑和愤怒。这项纪律使你回归家园，回归你合法王国，回归你真正拥有主权的唯一地方，你自己的选择。应用控制的暴雷，意味着中心定向你每一颗精神和情感能量。你不是把它浪费在试图推动你无法改变的墙上，而是完全投资于雕塑你唯一能雕塑的东西，你自己。当面对一个政治问题时，内在的政治家不问我如何能改变数百万人的思想，而是问现在我理所能记得的性行为是什么？我如何能以勇气、价值和正义来回应这件事？问题从他们应该做什么，变为我应该做什么。这里的冲突是深刻的，因为放弃控制不可控事物的欲望似乎是承认失败。心智渴望保证，我们想要确定我们喜欢的候选人回应，我们的政策会被试试，未来会是安全的。控制的二分发破是我们面对一个不舒服的真相，没有保证。宇宙不欠我们任何东西。试图控制不可控的事物，不是力量的标志，而是无能的定义。就像对于大喊让它停下来与不在乎，我们的社会教导我们相反的东西。我们被灌输这样一种观念，即如果我们足够担心，如果我们足够愤怒，如果我们足够争论，我们就能以某种方式塑造现实依附和我们的意愿。这使我们成为担忧成瘾者，相信我们的焦虑是一种富有成效的工作形式。放弃这种幻觉是痛苦的，是自我在挣扎，他不想承认他的力量是有限的。他祝愿选择一场不可能的战斗所带来的痛苦，
也不愿接受现实所带来的处境。困难也存在于边界的微妙之处。你可以用你的选票影响选举，但你不能控制结果。你可以尽你所能地陈述你的论点，但你不能控制对方是否会被说服。正是在影响和控制之间的这个空间里，焦虑的一字生。这项记录要求你专注于你的行动质量、你的努力，并情感上与结果脱钩，尽你最大的努力，然后平静地接受任何结果。这就是真正自由的意义。想象一个弓箭手准备向目标射击，他本能的时间照控制的二分法，闪耀在他的控制之中。弓和箭的选择，他肌肉的训练，他自私的稳固，他呼吸的平静，松开贡献的确切时刻，他所有的注意力，所有的能量都集中在完美执行这些元素上。他成为自己记忆的大师，在过程中找到卓越，而不是在奖励中。现在是要不在他的控制之中。坚持开弓的那一刻，他就进入了命运的领域。一阵突如其来的风可能会使他偏驰，目标可能会被移动，一只鸟可能会飞过。4多个拍的弓箭手深刻地理解这一点，他已经尽其所能，以最大的德行和技巧。如果箭射中靶心，他心怀感激地接受；如果风把他吹偏，他以同样的平静接受，直到结果超出了他的控制。他的自尊和安住不在于目标，而在于他设计的质量。这是呢，在面对政治和生活时的新姿态。你是弓箭手，你的宣飘，你的言语，你在社区中的行动，你的日常行为，那是你的艺术，你的设计，以最大的政治和智慧执行它们。但最终的结果，选举、法律的改变、公众舆论，是那阵风，把它留给命运，将自己从控制坚持开弓后飞行轨迹的需求中解放出来，在瞄准好的行为中找到你的胜利，而不是每次都击中目标。这里的结论是解放，通过建立控制的堡垒，你将自己从所有枷锁中最沉重的一个中解放出来，对你无法改变的事物的焦虑。你曾经在无用担忧上花费的能量，现在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力量水库，准备好应用于真正起作用的地方。你自己的选择，你变得更有效，因为你的注意力像激光一样聚焦在你真正的力量圈内。你不再是环境的受害者，你的内心平静变得无条件，它不再依赖于有利的选举结果或他人的认可。你的主境来自于你确信此时此地你正在用你所拥有的尽力而为。你成为一个巨大力量的人物，因为当周围的每个人都被政治的波浪来回炮制时，你却平静地站在飓风中心，只专注于熟练地驾驶自己的船。第3项记录直接源于第2项。一旦你将你能控制的和不能控制的分开，行动的记录给你一个明确的命令：停止做一个全球评论员，成为一个地方变革的推动者。它要求你将你的焦点从严酷而混乱的国际舞台，在那里你的影响力接近于零，转移开，并将其强烈地集中在你直接的圈子里，在那里你的力量是真实和可控制的。这是你真正的战场，你真正的王国，你自己的生活，你的家庭，你的工作，你的社区。当被动的公民话费数消失，与社交网络上的陌生人辩论国家政策时，内在的政治家则利用这段时间教给他的孩子一个价值观，帮助一个邻居在他的工作中脱颖而出，在他的社区组织一次行动。他明白，一个良好形成的品格，一个结构良好的家庭和一个健康的社区是一个强大国家的基础。真正的改变不是从遥远的总统府开始的，而是从每个公民日常行动的尊严和德行中开始的。你的力量不在于你对千里之外冲突的看法，而在于你为自己家带来和平与秩序的能力；不在于你对一个你永远不会见到的政客的愤怒，而在于你对一个难相处的同事的耐心。这项记录是互续谦逊和具体行动，它要求你用在你每天居住的真实世界中，成为积极力量的无声效力。
来交换在网上看起来只亲和参与的虚荣。内部冲突是宏大舞台的诱惑。评论一个国家应该如何治理，比做治理我们自己的艰苦且常常不讨好的工作要吸引人的多，也要求的少。在先辩论给了我们一种虚假的能动性感，每当我们的愤怒评论得到一个展示，就会有一阵多巴胺的释放，让我们感觉好像参与了什么重要的事情。然而，事实是，大多数时候，我们只是在对着虚空呐喊，是回应实力的一个回音，将所有问题归咎于制度、政治家或对立的意识形态，比照镜子并为我们自己的后援。承担责任要容易得多，行动的记录迫使我们面对这个真相。它把我们从舒适的观众席上拉下来，退入我们自己生活的竞技场。在那个竞技场里，没有借口，你的行动有直接和及时的后果。这是一个必在评论框里打出强硬意见严格的多的品格考验。第一，来自于对渺小的恐惧。自我告诉我们，专注于我们的小生活在世界的大问题面前是微不足道的。我做一个好父亲，怎么能帮助解决气候危机呢？他问道。4多个派回答说，怎么会没有帮助呢？一个有的心且有效率的个体会产生连锁反应，他培养出有人性的孩子，激励同时加强他的社区、社会时期个体的综合。要治愈身体，你必须从治愈细胞开始。想象一下，罗马帝国，它不仅仅是由皇帝在帕拉迪尼山宫的决定建立的，它是由每一个在遥远边疆的个别军团士兵的记录，有每一个修建道路的工程师的技能，有每一个在片源省份的总督的政治建立和维持的。每个人都专注于自己的职责范围，自己的行动领域。他们明白帝国的力量不在于他们对皇帝的评论，而在于他们履行自己职责的卓越程度。你就是你自己生命帝国中的一名军团士兵。你的岗位不是全国性的辩论，而是定义你是谁的日常互动。与其试图修复整个世界，不如专注于在你周围创造一个卓越的小身份，让你的婚姻成为伙伴关系的典范，让你的工作团队成为效率和尊重的榜样，让你的家成为和平与秩序的圣殿，成为在你的社区中建造桥梁的工程师，而不是在网上烧毁他们的总货贩。这是全球评论员和的内在政治家之间的根本区别。评论员生活在抽象中，将他的精力花费在他无法解决的问题上，他得的形式表演性的，是给在线观众看的。政治家生活在具体中，将他的精力应用于有影响力的地方，他的德行是实践性的，体现在他日常的行动中。他知道真正的改变是数百万在小影响圈内有的新行为的综合。你从这项记录中获得的权利是真实和明确的能动性感。曾经吞噬你的无力感开始蒸发，取而代之的是看到你行动直接影响的满足感。你不再感觉自己像风中的一片鞋子，而是开始感觉自己像一棵树，深深扎根于自己的生活中，能够抵御外部政治的风暴。因为你的核心是强大的，你的土壤是得到良好照料的。你发现了一种新的目标感，不是拯救世界的宏大而抽象的目标，而是以荣誉和卓越履行你日常职责的深刻而有意义的目标。这种焦点的转变不会让你变得不那么公民，它让你成为一个更好的公民。一个有数百万以政治之心照顾自己影响权的人组成的国家是一个坚不可摧的国家，不受混乱和两极分化的影响。通过成为一个地方变革的推动者，你不仅在改善自己的生活，你也在为国家的健康做出最强有力的贡献。你成为你想看到的变化，不是通过口号，而是通过行动。这是一种任何人都无法从你这里夺走的力量。你成为一个领导者，不是通过发令或追随者，而是通过一个获得很好的生活的无声榜样。最后，我们来到了第4项，也是最后一项记录，这是宣称你主权的最后一步，赞同的记录。
如果第一项记录是关于感知时间和判断之间的差异，那么这一项就是关于积极拒绝续课的力量，对破坏性的判断说不。它将你定位为你城堡大门的最终守护者，有权拒绝威胁你内心王国和平与秩序的思想和情感进入。当愤怒、恐惧或绝望敲响你的门时，你不需要像应届贵宾一样接待他们。赞同的记录教导呢，将这些印象不视为真相或命令，而仅仅是提议。一个挑衅性的头条新闻提议你感到愤怒，一个恶意的评论提议你感到被谋犯，未来的不确定性提议你感到焦虑。你作为你心智的主权者，有权评估每一个提议，并简单地说：不，我拒绝这种情绪，它对我不利。这是一个基金的概念。大多数人生活在自己反应的保证之下，相信他们别无选择，只能感受他们所感受的。他们相信愤怒是对不公正的、不可避免的反应，恐惧是对威胁的强制性反应。斯多葛派知道，在印象和你的同意之间存在一个空间。赞同是说，是的，这个印象是真的，我同意感受相应的情绪的行为。这项记录在于有意识地控制这个过程，这里的冲突在于这些被动的情绪既具有活力。愤怒让我们感到正义和道德优越，恐惧给我们一种我们正在为最批情况做准备的虚假感觉，绝望为我们提供了不再需要战斗的奇怪安慰。拒绝这些情绪可能感觉像是我们在否定我们人性的一部分。心智会争辩说，你有权生气，只有怪物现在才不会感到害怕。对抗这股情感潮流需要巨大的意志力，就像控制一匹野马。最初的情绪第一印象可能是非自愿的，你无法阻止马受量，但你可以选择是否让它绝望的狂奔，并带上你一起。我助缰绳，安抚动物，并终身你的智慧。这就是赞同记录的工作。这是成为骑手和被野兽拖拽的区别。挑战在于时间必须是持续的，每时每刻新的印象都会到达大门。媒体对话，你自己的记忆，所有这些都在不断地提出情感状态。作为守护者是一项每周7天、每天24小时的工作。你自己的心智没有假期，这就是为什么马克·奥勒留每晚都给自己写信，加强这些原则。他在为第二天的服务训练他内在的守护者。再次想象你内在城堡的大门，一场对旅行者、思想、情感、印象、拍照队请求进入，不受记录的守护者让所有人都毫无疑问地通过。愤怒进来并开始打碎东西，恐惧进来并开始散布再难的谣言，虚荣进来并要求所有的注意力。不久，城堡就陷入混乱，有一群不受欢迎的入侵者统治，真正的统治者被锁在他的塔里，无能为力。现在看看4多个派的守护者，他拦着每一个旅行者。你是谁？他问一个愤怒的想法。你来这里的意图是什么？你带来的是真理和的性，还是仅仅是混乱？他检查他的平整。如果这个想法是基于一个错误的判断，我的生活因为那条新闻而毁了，守护者会坚定地拒绝他。你没有被允许进入，你的提议是虚假和破坏性的。他拒绝赞同，愤怒的想法无力地在墙外消散了。这种积极的时间呢，将你从受害者转变为法官。你不再是政治或生活扔给你的每一个短暂情绪的认知，你成为你自己内在体验的策展人。你可以选择你心智的居民。你决定培养平静、勇气和清晰，同时拒绝焦虑、仇恨和绝望的进入。这是个人自由的顶峰，成为自己心境的建筑师，无论外部环境如何。这4项记录之旅的结论是你加冕为内在的政治家，你达到了真正的情感主权。你的心境安住不再是依赖于不稳定世界的脆弱商品，它成为一个堡垒，由你一块转一块转地，用感知、意志、行动和赞同的纪律建造而成。你成为你自己稳定的源泉，最终的结果是一种强大的平静。
一种不仅能幸存于现代政治风暴，还能茁壮成长的能力。你更有效地与世界互动，因为你的行动源于清晰而非愤怒。你在周围人的生活中成为一个更强大、更积极的存在，因为你不再传播吞噬那么多人的被动反应和焦虑。你最终理解了那个成为哲学家的努力艾比克泰的所说的：真正的监狱不是物理的锁链，而是心智的锁链。通过掌握这思想纪律，你找到了解开自己了靠的钥匙。你可能无法控制帝国，但你控制着皇帝，而那才是唯一真正重要的帝国。你已经受到了蓝图、工具和策略。被动公民被政治风暴卷走的鞋子的路程到此结束。现在开始的室内，在政治家的崛起，你自己和平的建筑师，你精神堡垒的建造者。这4项纪律不是仅仅用来积累的知识，而是一本每天都要使用的建造手册。你读的每一条新闻，你进行的每一次对话，你出现的每一种情绪，现在你都有一个选择：选择应用过滤器，专注于你的控制，在你的圈子里行动，并拒绝赞同破坏型的东西。现在选择圈在你，对外政策是于内部治理。如果你真的准备好登上你自己的宝座，成为你内在状态的主权统治者，那么就发表你的第一次官方声明，到评论区写下我通知我的心智作为实验，一个对你新身份的公开承诺。给这个视频点赞，作为对你自己建造这个暴雷能力的信任投票，并订阅频道，因为这不是你训练的结束，这仅仅是开始。我们将在这里为你提供维持你墙壁坚固所需的增援。最后，如果你已经读到这里，你不再是一个随意的观众，你是我们中的意愿，你是一个建造者，向他人展示他们在这段路程中并不孤单。也评论我看到了最后，假如那些真正致力于自我掌握的军团，如果这个信息与你寻求的真理和力量产生了共鸣，就分享这个视频。不要把它看作一次分享，而是看作视为那些仍然在风暴中觅食的人留下一张地图的行为，帮助他们找到回到自己内在城堡的路。建造你的堡垒，保持坚定。